清洁工打扫垃圾时发现，一名14岁少女竟被先奸后杀。随后警察就赶到了现场，法医初步检查后证实。 Fluids are present. Marked bruising to the thighs, pelvic, and vaginal areas. Handprint on the hip and upper right buttock. Spanked and raped. 同时，鉴识科也找到了凶器板砖以及女孩佩戴着的一条金手链，而这最终成了破案的关键。随后，经过解剖后，法医进一步发现，女孩的肋骨、双手、手腕、手指都有骨折后痊愈的痕迹，好像遭受过虐待，并且手掌很粗糙并长满了茧子，就像工人一样，一看就是在替某人工作。而听了这话后，警察不由得想到了妓女。 于是下一秒，他们就找上了著名的老鸨，因为他旗下的姑娘都长得像小女孩。接着拿出了照片让指认，可老鸨却摇了摇头不认识。但警察显然不信，结果却被怒怼了一通，然后就无可奈何地放他离开了。而在俩人回到派出所后，鉴识科已经在金手链上找出了2组指纹，其中一组是死者的，可另一组却是未知，并且上面还写着“最爱你的爸比”。由此推断，这名爸比很可疑。于是大队长立即指示上天入地也要找出他。 随后，本森俩人就来到了失踪人口处查了起来，哪知还真找到了一个相符的女孩，竟是一名体操运动员。那尸体上的伤和老茧就解释得通了。而很快，教练也证实了，死者就是他申报的失踪学员克里斯，但却否认她交了男朋友，更不认识爸比了。因为克里斯是精英运动员，为了荣誉，他必须全心全意投入训练，根本没时间交男友。随后，警察问出了克里斯的住处，教练也如实交代，因他是外地人，所以现借住在另一名选手的家里。而这家的女主人对克里斯的逝去也很悲痛。 他表示，最后一次见到克里斯是在前天晚饭后，他就和罗瑞一起去慢跑了。至于罗瑞，则是另一名体操选手，俩人每晚都一起跑步，从不懈怠。而通常克里斯会在10点前到家，所以那天他到半夜还没回来时，我就告诉了教练。随后，警察又问了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有没有男孩住在这里。女人则否认了。接着，警察提到了爸比这个人，结果女人也称没有，并且理由和教练的一样，都是克里斯没时间恋爱。不料这整的警察又怀疑教练有问题了，女人则赶紧澄清两人之间啥也没有。 可谁知就在这时，女人的女儿恰巧走了过来，警察一见立马有了主意。小女孩是最好哄骗的，于是本森将她单独带进了房间问话。哪知小女孩还真听到克里斯提到过爸比，称有时克里斯会和她通话，说慢跑完后再去找他。至于爸比的住址就不知在哪了。果然还是小孩子见多识广。接着本森还想知道关于爸比的所有信息，结果小女孩又想到他曾送了一只狗熊给克里斯，于是俩人又开始研究起了这只熊。不过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小女孩说克里斯慢跑后会溜去见爸比。 所以他的跑友可能知道的更多，于是接下来警察就来找了跑友罗瑞，却不料罗瑞称那晚克里斯并没有按约来跑步。然后俩人又问他关于爸比的事，结果罗瑞也没听过这个人，并保证他跟我在一起时从未见过任何男孩子，因为被发现会被开除的。最终警察又是一无所获，而与此同时，另一对警探却有了大收获。他们带着金手链来到首饰店后，老板很容易就认出了他是谁定制的，也就是说那人就是爸比了。结果一查，爸比名叫凯尔，是一名高级房地产经纪人，并且他还是支持教练的重要捐款人，这就不得不让人浮想联翩了。既然终于找到了真人，紧接着警察就登门了，随即出示了手链照片，而凯尔也承认就是自己送的，但却否认和克里斯之间有一腿。可警察怎会信？随后就询问起了那晚他在哪里，结果凯尔称一直在加班，但却没有人证明。于是警察让他提供 DNA 比对，可却遭到了凯尔的严词拒绝。对此警察也没法强来，但怎么看凯尔也与克里斯有一腿，俩人不甘心，随后又来找了教练打探凯尔的情况，结果教练想都不想就肯定他的选手没时间谈恋爱，至于送手链也只是嘉奖而已，还大力称赞了凯尔的慷慨捐款。很明显教练十分维护凯尔这个财神爷。于是警察又找了其他选手打探了起来，最终获得的信息是凯尔喜欢盯着选手们看，但却特别关注克里斯，还经常送给他一些礼物，种种迹象都表明凯尔和克里斯关系匪浅。可警方却苦于没有证据，并不能拿他怎么样。哪知就在这时，另一对警探又有了新发现，他们找出了凯尔的隐秘房产，很有可能那里就是他的爱巢。而这个猜测很快就被门卫大爷证实了，他见过两人来过这里，还看到克里斯边哭边跑出来，凯尔则接着追出来，他说他绝不会放弃他。接着在取得搜查令后，警察立即对公寓进行了搜查，里面简直被布置成了梦幻王国，一看就是专为小女孩准备的。随后警察不仅找到了大量录像带，还发现了床单下残留的体液，经过 DNA 比对后，果然与克里斯体内的吻合。可即使面对这些铁证，凯尔也不承认杀了克里斯，但面对警察的逼问，只承认和他是两情相悦。不料警察立即指出克里斯才16岁，这属于和未成年人发生关系，是法定强奸罪，却不成想凯尔听后竟噗呲乐了，很是不以为意。见状，警察就威胁要将他关进监狱，可凯尔仍是不慌不忙，称不公开恋情其实是保护训练营。接着就爆出了一个大秘密，克里斯居然已经19岁了，这一下就把警察整懵了。这么说的话，凯尔就算不上法定强奸了。而随后他们也查明克里斯真是19岁，对此真相大队长也很感叹，
克里斯看上去也就14岁。接着又疑问他为何谎报年龄，而这些警察也已查明，克里斯是为了符合参赛的标准，好去争夺金牌。凯尔正是发现并利用了这个弱点，才和克里斯交往的。对此，检察官判断这构不成杀人动机，于是大队长又把教练定成了嫌疑人。哪知就在这时，手链上的指纹对比也出结果，另一组未知的并不是凯尔的，因此大队长只是立即去移民局找出教练的进行比对。而就在这时，克里斯的父母终于从老家赶了过来。起初母亲还不承认女儿有男友，不过父亲却全坦白了，称克里斯确实爱上了凯尔，但非常害怕被教练知道，那样会被开除的。这不教练就有杀人动机了。不料这边刚有了进展，那边指纹比对也出结果，手链上的未知指纹还真和教练的吻合，这下他的嫌疑可大大增加了。可就在警察去逮捕教练之时，他恰巧出去吃晚饭了，只有罗瑞在训练馆。哪知罗瑞又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就是教练曾派他去监视克里斯，早就怀疑凯尔和他有一腿了。可警察也疑惑你之前为何不说，结果罗瑞解释教练曾答应我告诉他后并为他保密，他就会让我出赛，但现在他反悔了。接着在警察进一步询问下，罗瑞坦诚我是在案发那天告诉教练的，然后他就跑去找克里斯了。而就在罗瑞刚说完，教练也回来了，正好警察找的就是他。可不成想教练对监视克里斯的理由竟是避免他自毁前程，也坦白那晚跟踪去了凯尔的公寓，但接着就离开了。而见教练还是嘴硬，警察立即提出了手链上的指纹，教练这才不得不承认。I grabbed her wrist when she came out. Her hair was messed up. She smelled like sex. I told her to break it off with that scum or you're through. Then she went back inside. Then she came running back out, crying after she'd broken it off with him. She begged me for forgiveness. She wanted the second chance. So I took the little whore down the street for her run. 然后警察问出了教练离开的时间，那克里斯就是在此之后出事的。可有个矛盾的地方是，罗瑞称那晚克里斯并没去慢跑，而就在大家打破头也想不明白之际，马奇又带来了新线索。他在克里斯跑步区找到了一个常年出摊的小贩，而据小贩回忆，那晚他确实看到死者和红发妹一起跑步，并且还从众多照片中精准指认出了罗瑞就是红发妹。但有一点和平时不一样，就是他们最后是从另一边离开的，而一般他们是不会离开慢跑路线的。这么看是罗瑞说谎了。在综合所有的线索分析，警察已认定罗瑞才是真凶，于是在他慢跑时将他拦住了。开始时罗瑞还没意识到严重性，结果在被警察恐吓几句后，就老实的交代了一切，原来都是极度惹的祸。尤其是教练骗他出卖克里斯后，就让他顶替他的位置。结果那晚慢跑时又得知教练已经原谅了克里斯，所以一时情绪失控，随后就朝克里斯丢了块板砖，哪知好巧不巧就将他砸死了，都是冲动惹的祸。对于这个真相，警察也是唏嘘不语。这下罗瑞啥也不用去争了，而对于这个结果，教练却丝毫不关心，在他眼里只有最优秀的选手，其他的事都不放在心上。这就是竞争的激烈性。